洞深处为何传出婴儿哭声？这是位于湖北大山里的一处引水洞，洞道深处曾发现罕见的娃娃鱼，水里随处可见的透明生物是何物种？今日跟随我的镜头，看看此洞究竟通向何方。拍摄不易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看这个牛窝。哦，对，它摸一下有没有鸟蛋。这应该是紫孝东的巢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青砖做的石门，里面有很大的冷风吹出来呀。下面呢有引水管道，曾经这里是准备打进去啊，打山泉水。后来呢，这个侧面洞道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地下暗河，然后那个地下暗河里面呢就出现了娃娃鱼，看起来非常的幽深啊。这个洞道呢是被人工开凿的，但是这个上面已经长出来了这个钟乳石奇，说明这个岩层里面呢含有丰富的钙镁粒子啊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啊就长出了这种石奇的形状。继续深入啊。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洞道的最里面，看不到洞口了啊。可以看到这个左手边呢，就是去年我们发现娃娃鱼的洞道，右手边是个什么情况？右手边这个是一个大水潭呐、非常清澈的山泉水，这个景象漂不漂亮？哇，非常的漂亮啊！不知道这个洞道究竟通向何方？我们现在呢，走左手边的这个直洞啊，下去一探究竟。走上，伙妹儿，你走第一个上。这里还有3、4根水管，这样一直进去了。这个就是它的原生洞道。好，现在有请伙妹儿为我们做开路先锋，继续前进。大家看这种洞的话，一定要带足啊这个氧气测试设备，还有电筒啊以及安全装备。我们看这个不为人知的地下秘境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洞壁上面晶莹剔透，看着像玉石一样，特别的漂亮。我们继续深入。我们是从这边的小裂缝过来的，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大裂缝。去年我们来这里的时候还是暗河轰鸣，特别大的水，但是现在这里因为是枯水期，所以呢洞道里面没有什么水了。我们继续前进。哇，大家看这个，好漂亮，看到没？晶莹剔透的。我们继续深入，继续前进。这个云盆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这个管道是这样一直进去的。现在我们此行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走到这个管道的尽头啊，一直深入，寻找娃娃鱼的所在。大家看这个景色漂不漂亮？像锯齿状的钟乳石奇。哇，这个上面还有搞这个水管的时候破坏了一些钟乳石，特别的干净。这个地下暗河，这个石壁上面还有插的这种钢钎。我们继续深入吧，小心一点啊。这个下面并不高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。从这边过来了啊，这个前面呢出现了一个云盆儿。哇，哦呦喂，天嘞，这个好看啊！我们现在要随着这个裂缝继续深入，伙妹儿已经爬上去了。我们最猛的女队员，身手果然不凡呐！哎，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只这个秃灶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灶马，这个洞穴生物。这个石壁上面要仔细留意，看有没有化石。看，伙妹儿发现了什么？哇，奶黄色的，好好看啊！奶黄色的，哇，晶莹剔透，特别漂亮。随着这个管道继续深入，这个钟乳石奇虽然说已经断裂了，但是非常的透啊。这个是有钙镁粒子长年累月从这个石头里面渗出来形成的结晶体。
正在顽强生长的这个石老，就是这个石头的花纹长得像大脑一样，好漂亮。你发现娃娃鱼了吗？没有，发现了蝌蚪。红脸齿蟾。哇，下面还有一个。啊，抓起来看一下。不，别把它弄伤了，待会儿。好，可以直接起。哎，好起。哇，抓到了一只红脸齿蟾，快过来！这好多，好多。哇，好漂亮！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它的内脏看起来都看得非常清楚。这里出现了一个深潭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别看着它清澈见底，这搞下去就是3-5米深。可以看到这水里面有很多这个红脸齿蟾在游。这下面有一只，这里。继续往东的深处前进。上次我们娃娃鱼就在这个上面发现的。小心呐！你看，虽然有台阶，上去要慢一点。这个下面爬上来的，这个钟乳石上面它是一点都不滑。现在向阳他们去前面了。你看这里好多钩虾，好多钩虾是吧？有生物啊。对。哇。我们继续前进吧。现在水流变小了，快速前进。好。好滑呀！他们说这个水里面发现了很多虾哦，这个就是钩虾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夫一妻制。哇塞，这个水流特别小了，因为现在是枯水期。前面还有虾，哎，好多，你看。哇塞，这个厉害了。它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生物链，它是靠这个洞穴里面蝙蝠的粪便为生。对，它是一夫一妻制，抱着一只虾。对，它在受到这个哦光源的一惊吓上，个大的抱着一个小的。对啊，它应该是它的宝宝吧？不是，它是一夫一妻制，老公抱着老婆跑。它因为这个光啊，它这个光它会吓到它嘛，因为它是常年在没有光源的这个情况下，这种环境下生活的。然后我们照电筒呢，它就会很害怕。它靠什么为食啊？蝙蝠的粪便为食，马路掉到里面。你看这个岩石上面有很多蝙蝠的粪便，很多夜明砂。对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吧，快速前进。哇塞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这时候洞道变得非常平缓了，有几位队友已经拉在后面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洞穴系统什么东西？水里有东西，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没有见过。这是鱼吗4个脚。娃娃鱼，还有点畏光，你看到没有？眼睛都退化了。它吃什么？吃钩虾吗？看一下，正在吃，你看。我去！哎，还在吐泡泡。它是两栖动物，它是需要在水面上面才能呼吸的。潜水是吧？我的个天！我第一次见这个。哇，这个就厉害了，好长，还有大概有35到40公分长这样。这应该是1公1母，有可能是1公1母。他们也是一夫一妻啊，有可能，这感觉有点像。走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应该还有啊，应该还有大的。走。哇塞，在这里有个水潭，快来。这里没有。喂！后面快来！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它身上好多泥巴。哦，哪里？看哪里？那里还有一个，全部是从这个洞穴里面出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一个蝶潭，看到没？蝶潭下面有一个裂缝，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尾巴。太神奇了！小心！好，跟我拿过去拍个近景。好，看一下。哇，身上全是这个淤泥。我开始在下面，我也看到这个土壤上面有这种脚印，我以为它是这个小老鼠的脚印。哇塞，这个好大呀！是啊。哇塞！哦，动了！它有点怕光。好，我把光拿远一点。我把相机伸到那个里面去看一下。好，那个就厉害了。看一下，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洞穴生物娃娃鱼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它的尾巴。哇塞！好，我们这时候
我们这时候继续前进，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有没有。哇塞，这个通道变得非常狭窄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上面。我刚刚从这里过的，它在这个缝里面。我刚刚从这里过没发现，果然，哎呀我去看到没有？地上全是脚印，地上全是脚印。你刚刚藏在哪里哦？啊？你刚刚藏在哪里？采访一下。他在帮你捉迷藏。你看他眼睛全部退化了，看到没有？几乎是没有眼睛的。对，看到没？一点眼睛都没有。有点慌张啊。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完整的生物链，如果能存在这么多娃娃鱼的话，它有可能啊，这洞里面有蝙蝠，蝙蝠有粪便，粪便就会给这个钩虾供食嘛，然后这个娃娃鱼它就是吃这个钩虾。你看这个荡到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虾子了，就这里还能看到一些哈，这里还能看到一点点，它特别的微光，看到没？轻轻的摸一下，这个不会对它造成伤害。慌慌张张啊！我哎，还咬人啊！不会咬人，它在喘气，吓我一跳，这么凶嘞！你听它有声音。哦，你看这好多脚印，看到没？我去，它平时就在这里呼吸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的，对。大家在洞穴里面看到这种脚印的话，一般就是娃娃鱼踩的。这边会不会是它的洞？看一下这里，应该不是。你还怕人呢？啊，搞得脏兮兮的全身。你看身体好柔软呐。是啊。我去，摸一下不要紧吧？它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度。哎，你看这里这么光滑，它从这里过来，应该这里面是它的脑巢。小的会不会有个头比较大的？应该有大的。我们在前面继续前进。这个家伙最大的不知道能长到多大呀？缝里面，他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缝里面有没有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里还有骨头啊，还有骨头，这应该是小老鼠的骨头。小老鼠，也有可能是剩下的。哎，这里也有脚印，看到没？也有脚印，这些糖都有脚印。我去，那这个大娃娃鱼能长到多大呀？那说长得有人那么大哦。有人那么大，那是大娃娃呀。小心啊，慢一点。这个小水塘，这里进不去了。洞道结束了，洞道不是结束了，是人过不去了。可以看到这上面是个非常扁狭的裂缝。有点像娃娃鱼，但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有钩虾，但是娃娃鱼可能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。那里面有爬的脚印，看到没？向阳，结束了。没动到了吗？没有动到了。现在小伟站的那个地方就是动到的地方。这里最深处，这不是最深处，但是人进不去了。人进不去了是吧？一个狭窄的裂缝，非常狭窄，水流也干了。它这个下面的水流是断层的啊。这里有一点点水流出来。看这个上面，这上面是不是还有洞道？有没有洞道了？也是个扁狭裂缝。这个上面有蝙蝠。这时候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。原路返回，走。隐藏在山洞中的千年石墙寨，你见过吗？石墙后面会不会白骨森森？上期视频我们在诛仙洞中寻找博人寻龙定穴的玄关，无功而返。撤退之时，竟发现山洞两边的绝壁修筑有神秘工事。这期视频我们将利用安全装备深入工事内部一探究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身后呢是有一堵城墙啊，在我手指的方向，然后在那个方向，看到没有？你吓我一大跳。可以看到，在我那边左手边那边也是有一个城墙寨子的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先决定看河这边的啊。前地传说在这里成功的开好线，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石墙寨子一探究竟了。从这里爬上来的，我现在做好了保护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山里跳还有前地传说坏阿字，他们正在里面寻找遗迹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石头堆堆，这个
前地传说把宝贝都点完了，我们上去哪里没看到？天地传说在这里布了个点啊，找了一个牛鼻子。这个牛鼻子不是自然形成的，它这个是用那个站子给敲出来的。由此可见啊，曾经这个寨子上升下降也是通过了这个牛鼻子，所以这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寨子。这边的城墙呢已经坍塌殆尽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在这边呢有一个裂缝，没有，他挤了我一下。这边差不多是一个40公分宽的一个小城墙，那个金光闪闪的是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就在那个位置。这个金光闪闪的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个里面都是被掏空了的，应该是掏过小土。在这里呢，发现了有一个青花碗碎片。这个寨子规模并不大。什么？什么？哦，有古人开凿过的痕迹。这个应该是以前那种黑火药放的开山裂石炸出来的。对对对，这是搞的那个钢钎呐，这样一打一转，一打一转，全手工开凿的一个炮眼。这上面就是沉积岩。这种岩层很不稳定啊，所以住在里面不太安全。加到了很多鹅卵石。好，现在这个寨子探索完毕，我们去河对面的探索一下了，之后就收工。这里看过去是不是特别的神秘啊？那一堵城墙。好，我们准备下降。我们现在从这个洞口左手边的这个寨子撤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三里跳。现在我们就探索右边这个寨子。那个人是阿志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大家看，我们现在脚下踩的这个全是让它毛石踩的。人家堆的，你看没？对，这是人工堆砌的。现在咱们来到了这个寨子的下方，从这里上去有一个秘密通道。现在有三里跳为我们做前锋，开线布绳，准备从这里布一根绳子啊。这像一个天井一样，感觉特别的神秘。阿志正在上升。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，这是专业的 SRT 技术。由于在下面看不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向阳爬升的，也就是我们爬升的这个点啊，它这个上面有一个方框，曾经在这里应该是做的有一个地门，就是把这个通道给堵住。然后这里是高筑城墙啊，抵御外敌入侵啊，这个设计还真的是挺奇妙的哈。然后在这里呢还有观察孔。这个观察孔在外面是完全看不到，以为它这个是一整个城墙，实际上它是里面是可以趴一个人在这里的。这里有2个小洞洞，也可以作为射击孔。如果是射击孔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寨子的年代并不会太久远。哇，这里面，哇，这上面没有动到了，这个下面呢跟那边是相连的。这个城墙挺厚实啊，大概是1米多厚，然后上面呢是做的有60公分厚的这个土墙。现在向阳已经爬上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大家看这个上面有几个字母，那里应该是个 A 啊，这里是个 P， 这边好像是一个 I 呀、还是个什么？感觉 VIP 嘛，这不是嘞 VIP 中 P。像 VIP，但是它是这边，它是那个打很阳的。哇，这里是一个单独的小隔间儿，这里感觉是一个哦，对，这个是一个烤火的地方，看到没？这是一个烤火啊，又可以生火煮饭的这样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再越过这个小隔断儿，过去看一下，这个地上依然有这个没有腐烂的这个稻谷草。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去看一下，这个下面就是这个湍急的地下河，这边好像曾经是有人可以过去，但现在没有护栏了，而且那边也没有洞道，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观察哨。这个寨子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没有了其他洞道。这个洞墙还挺高啊，差不多有10几米高，左右的宽度有6、7米。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吧。
现在我们原路返回。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探索啊，这个洞我们终于是全部探明了。这个洞里面呢，差不多是有一个容纳上万人的一个容积，在这个出口这里啊，有2个碉堡是隔河相望。在我们站的这个寨子这里呢，它的面积是要大一点啊，差不多有150多个平方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们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